日韩对华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歧，东北亚政治格局会不会发展的向中国有利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亚洲之行后呢，中美在亚太地区争夺影响力的对抗越来越明显。对很多国家来讲，如何跟中美两国保持合适的距离，近期如何表态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其实呢，我们以前也说过，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保持跟中国完全一致，也不可能做到跟美国100%对立。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很多国家同时跟中国保持密切关系的态度，我们不能盲目的扩大打击面。从这个角度来看呢，中美外交各有各的得分区。比如说，欧洲就是美国的传统优势区域，在欧洲如果确保更多的国家不大幅度倒向美国，就是外交成功。但是在俄乌战争这个背景下，这个战略目标不仅已经无法实现，反而还会大幅度后退。美国通过转移矛盾能够有效得分，但是在亚洲情况就不是这样了。在美国跟中东一些国家互信程度出现大幅度降低之后，据俄罗斯媒体报道，阿联酋、叙利亚、卡塔尔还有沙特等10个国家要求加入上合组织，阿联酋还要求简化程序马上加入。当然，这个消息还有待中国政府予以证实。但是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态度来自于韩国。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，在日本得到了高规格接待，但是在韩国不能不说是遇到了冷脸。韩国总统和外长都非常恰好的有事不在首都。佩洛西下飞机的时候，韩国甚至没有派出礼宾人员，并且事后解释这是惯例。另外呢，韩国外长也刚刚到达青岛，开始了访华之旅。中韩之间的谈话应该会包含朝鲜半岛安全问题、萨德导弹的问题，还有大家最近关注的芯片产业问题。韩国新总统上台以后，并没有像大家以前所猜测的一样，表现得跟他上任前一样反华，或者比上一任更反华，而是一直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，避免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跟中国发生明显冲突。韩国国内的外交学者也认为，美韩关系非常重要，但是绝不等于为了美韩关系就要损害中韩关系。这个思想的突出表现就体现在韩国如何应对美国提出的4方芯片联盟。按照美国的期望，除了不让中国获取先进的光刻机，这个4方联盟还要加强在芯片领域的垄断，让中国减少重要芯片的进口来源。韩国表示可以加入这个联盟，但同时又表示正在讨论会晤方案，并决定在会晤上向美方提出芯片4方联盟要有2个原则：第一，参与国家应该尊重中国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；第二，这个联盟里不能够提及对中国进行出口限制。简单说，如果是一个反华联盟，韩国不参与。韩国这个态度是出于对自身安全和经济的考虑。随着朝鲜和韩国关系再度紧张，韩国这个时候绝对不敢冒犯中国，因为还需要中国在朝鲜半岛发挥稳定作用。这个作用根本就不可能来自于美国或者是俄罗斯。另外，韩国对华贸易中，芯片是一个很大的项目，他们当然不可能为了美国断了自己一条大腿。而且相信韩国也明白，随着中国在芯片产业的投入以及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决心，给中国压力越大，韩国的好日子也就越短。当然，韩国毕竟是美国的盟友，必然会跟中国有很多分歧。比如台海问题上，韩国也提出了不容忍武力改变现状。韩国发出这样的声音算是比较罕见的。而且萨德问题上，虽然中韩前段时间没有什么争吵，但是韩国仍然有可能增加部署，这一点中国也不满意。不过和日本相比，韩国还是显得更加温和和理性。日本这次的表现就很强硬嘛，先是以导弹落入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为理由，要求中国道歉，否则认为中国是宣战。日本还说要派出自卫队做出所谓的防御部署。而这2天，日本驻华大使又说中日关系将发生巨大的改变，有点危言耸听。不过呢，貌似也没吓住谁，恐怕不少中国网友还会心中暗喜，还有这种好事情。所以，对比日韩在过去1-2年间的态度，不难看出，东北亚地区美国的影响力确实在衰退，中国的大腿变粗了，而且韩国的科技水平发展起来以后，有更多的信心，对美国的依赖也开始降低。所以，本来在美国面前应该更没地位的韩国，现在敢对美国说了几个不字。那么对中国来说，这就是个有利的局面。以后一段时间里边呢，我们还会看到韩国内部会发出一些对我们不太友好的声音。但是我们对待韩国就应该跟对待日本相比之下有所区别，这样才能放大韩国与美日之间的心理距离。好，
关于韩国和日本近期对中国态度的不一致，能不能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利用机会？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